好，我是 Judy，欢迎您再度收看589操盘笔记，让操盘人带你走向财务自由的目标。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又请到我们的特别来宾 Perles。嗨，Judy 你好，有一段时间也没来上节目了哦。那我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我都躲在家里看 Judy 的影片，然后看了很多之后，发现其实很多都是 Judy 自己经验的累积。那特别是在时间波的部分，所以我想要来了解一下，请 Judy 能跟我分享一下时间波的一个宝贵的经验吗？ OK， 没有问题的。这个其实我们在初级班的时候已经讲过了一次。那既然那个 Perles 来到我们的现场，我们当然要对现场来宾好一点，所以我们再重新讲一遍。OK， 我们看一下哈，请导播帮我们切图，切到这个江波图。那最主要原因就是说，我们一个小的 AB 段涨上去，我们把它叫做一高。那当它在回档的时候，它的时间跟它回档幅度一样，就是 0.5。那当然会有一些就是超出预期的部分，我们就抓 0.6。所以一高的部分是1，然后一低的部分就是 0.6。那我们用这样的方式一路加上去以后，我们会发现就是说，从起涨原点到4高完成的时候，它大概需要的那个加起来的基数大概是 6.8。那我直接进位就用7，这样比较简单。那在江波图上，我们定义上就是用40分到60分钟形成一个7段的极短线的起涨 N 型，所以我们直接用40分乘以7就是280分钟，60分钟乘以7就是420分钟。所以一般投资人都很喜欢问我，尤其是做当冲的人或隔日冲的人，他每周跟我讲说：“哎呀，Judy老师，你就告诉我 N 加 N 是多少时间，时间到了我就卖了。”这我们在前面已经跟大家讲，如果纯粹就理论上来讲的话，一个N 加 N 的4高完成是需要一天到1.5天左右，所以我们可以发现，常常一天大涨，然后隔天一开盘就开高走低，或者是说它好不容易撑到差不多10点、10点半的时候又那个往下，这就是因为4高走完了，然后接下来要拉回来做1/2的修正的原因。当然我们在初级班也谈过，这是纯粹的所谓的理论。那在实务上，因为就是随着年轻操盘手不断的进来，然后他们操作手法就越来越快，所以那个时间波呢，有可能会缩短到1天之内。所以说，虽然说是我的经验谈，但是也有可能就是我们经过这个节目推出以后，搞不好速度变得更快。但是大家只要注意，就是说，我们不要太去在乎时间波到底是1天，或者是超过1天完成。你只要把 N 型记起来，就是说，40分钟到60分钟是一个起涨 N 型。那它后面它有可能它的侧幅 N 型时间短一点没关系，但是起涨 N 型一定要符合40到60分钟。那你抓住这个原则做当冲就比较容易了。不晓得这样讲的话 ，Perles 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呢？那我想要跟 Judy 请教的是，因为现在其实我算是一个全职投资人，那其实我都在家里顺便操盘，顺便顾小孩。但是我想要表达的是说，因为我还是希望帮小孩子存一些很绩优的一些股票，所以像Judy 有提到，其实它最长线也大概有2到3年左右。那其实我想要帮我的小孩子想要存至少都5到10年，甚至20年的一个规范标的来说的话，可不可以请 Judy 能举一些实例，让我们能够更清楚的了解一下，有什么好的标的，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趋势，我们以后会比较好掌握。谢谢。哇，听到了这句话以后，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父亲好伟大哦？要帮他的小孩子存钱存到这么长，那我们当然就不能让我们的那个 Perles 失望啦。所以接下去我们请导播切图，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小孩子如果要养20年，那我们要怎么做长线的投资呢？好，我们首先来复习一下，就是说我们讲到上个礼拜，就是说如果一般人做一个长线，大概就是2到3年，我们就已经可以用2020年的3月一直到2021年的年底或2022年，可以看出来有些个股它的整个趋势就是做完 N 加 N， 大概以长线的时间来看的话，要2到3年左右的时间。那既然呢，有些投资人跟 Perles 一样，就是说爱子或爱女心切的话，想把那个小孩子从一出生的时候就帮他做一个那个长期投资的话，那可以到多长呢？那这样我们要讲到超长线的部分啊，超长线就是我们可以看到，就是说用一样的方法，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超长线做法的时候，我们起涨 N 我们可以抓7到15个月，那再长一点的话，也可以抓，比如说
20个月，就比如说成功 n， 那一样的方法就是说，我们去给它乘以7，好，那我们就可以算出 n 加 n 的时间来讲的话，就是大概有28到60个月左右。那这样子60个月就差不多是5年了哈。那如果说起涨 n 型再扩大的话，这个5年再扩大的话，你用5做基础乘以7的话，可能就到了35年那么长的时间。所以以此类推的话，如果我们要去做一些超长线的投资的话，它其实是可以长达，就是说10年到20年，然后甚至15年到30年。不晓得这样回答 Plus 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觉得对儿女？有啊，那可不可以请 Judy 举一些实例来让我们参考一下呢？对，这个爸爸实在是对儿子和女儿实在太好了。不但听了理论以后，还一定要实务。OK， 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导播帮我们切一下图片的部分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要讲实例。不过在讲实例之前呢，还是提醒大家，时间辅佐形态，不管我们的时间是做短期还是超长期，不管 Judy 跟你讲多少时间，那些时间都只是一个辅助的，是可以做参考的。随着不同的时代、不同的操盘人、不同年纪的操盘人投入的话，那个时间循环是会变的，所以大家一定要以形态为主。OK， 那我们就来举一个那个所谓的那个超长线的例子。我们可以看到，以这个超长线的例子，这个例子来讲，细粒它出现我们好多次哦。我们看一下它的月线图哈，它的整个起涨 N 型这个地方是7个月。那在这个7个月呢，我们乘以77是不是49？可是它实际完成的时候是53个月。所以说，它的达成率大概100%，所以108%。所以如果你用理论推估的话，那这档股票的话，你差不多就是持有差不多在49个月以后 ，N 型走完之后，你就可以做一个卖出的动作。可是如果你只实际时间就说我第一个 N 加 N， 然后我花了53个月，那是不是我第二个 N 加 N 也是这么长呢？没错，你心中可以这样规划。可是它实际出来只有多少？37个月，因为它会去配合。整个大盘的走势，所以你会发现它的时间比是1:0.7，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的，就是说在时间比的部分，它可以是1:1，那缩小浪大概是0.6到0.7之间，然后如果是那个扩大浪可以到1.5。那既然 Plus 这个地方已经在讲到长线投资的话，我们去看一下哈，那从这个起涨的原点一直到结束点，它这个时间长达7.8个月，已经可以让你的小孩子赚到进到小学的钱了。这么好。对对对 ，OK， 那接下来他可能会告诉我说，小孩子上了小学以后，接下去还有其他费用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后面的例子。后面这个例子呢，它这个是电子的那个分类指数。那我们看一下它那个超长线的起涨 N 型的时候，它是17个月，所以我们用17个月乘以7的话是119个月。那我们看它实际达成的时候是133个月，所以大部分是11年左右。所以说，如果说你找到这种就是起涨初始 N 型的时间比较长的时候，那你的小孩子就已经可以到小学毕业了，差不多12岁的时候，对，差不多这个时间。那如果说我们就是用时间硬切的话，你说第一个大 N 加大 N 花了差不多11年，第二个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？可是事实上，第二个出来时间只有9年，所以绝对不能只记实际时间，要用辅以形态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它在这边的时间比的话，虽然说这个第一个是走了12年，第二个是走9年，可是我们再把这个9年里面的起涨 N 跟侧幅 N 去对的话，它的时间比其实是1:1，所以它们其实都是有一定的时间对称。对。所以这样讲的话 ，Plus 就大概知道，所以我们是可以灵活做运用。这样的话，你的小孩子就是说，做完小学以后，然后回档一下 ，OK， 再加个9年，这样就20岁了。这样20岁呢，你看这样的话，报酬率也是非常惊人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第3个实证的部分。第3个实证的部分这边是讲到的水泥类股。水泥类股的话，它的超长线的那个初始 N 型是10个月左右。然后我们去推估它的话，这个地方就是4高完成的时候，应该大概70个月左右。那我们发现它4高完成是76个月，所以时间比也是差不多的。那第一个大 N 完成是76个月，那我们就会去推估说第二个
可能也是差不多这个月的时间。结果第二个大 N 我们证明出来是70个月，那第三个大 N 这个地方呢，它的时间就会配合大盘的走势，就相对比较短一点，64个月。所以你不能用时间去死记，但是至少你已经找到了一个循环，你会发现就是说它大概就是60-70个月是它一个循环期。那这样子的话已经够了，你看这样子这边已经是6年，然后这边已经是5年，这样已经11岁了，11岁再加上5年也差不多可以20岁了。对，所以我们做超长线的投资就是这样的。好，再来我们看一下实证室。实证室的部分呢，这是用金融保险类股的指数哈，它的起涨原点是在2001年这个地方。那超长线的时候，金融股它的起涨 N 型是10个月，所以说我们算它4高 N 加 N 的时候是70个月，那实际它完成的时候是72个月。你看，你用这样的理论去推，其实也是可以推出一个顺序。那同样，我们虽然做超长线，可是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做一个获利了结，然后回档以后接回来，然后再去做第2个 N， 或者说第3个 N。然后我们也可以去看它的时间比来比的话，像它第1个 N 的时间跟第2个 N 的时间比例是1:0.9，它其实也是有对称性的。好，我想这样讲 Plus 应该大概了解。对，我很清楚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再看最后一个实证的部分。好，最后一个实证的部分呢，我们这个地方也是抓了一个类股，叫做汽车类股指数。那在这个地方呢，它的起涨 N 型是13个月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去推估，就是说，它整个 N 加 N 完成是91个月左右，那实际它是72个月，因为它其实是配合大盘的走势。那接下去我要讲的部分就是说，你看，如果你认为这边是72个月，这边也要72个月的话，可是它其实只涨了51个月，它这个地方就遇到了高点，接下去就跌下去了。那它的时间比其实就是缩小，让1:0.7。所以用这个例子就可以明白的告诉我们，就是说时间波是用来做参考，它不是让你1:1绝对的比过去，而是要看这个产业的基本面和当时市场上的那个资金面的情况而定。所以我想透过这些的讲法，我最后做一个结论。结论的部分就是说呢，中线的部分我们上堂课也讲过了，长线的部分我们也讲过了。那在超长线的部分呢，它就是可以做到我们前面讲的，就是说60个月到100个月这个超长线的范围之内。那不晓得说我这样解释，那 Plus 这个地方还有其他的问题吗？大概都很清楚了，谢谢 Judy， 让我这一次能趁这一次大盘整个环境不好的时候，我再做一个重新的规划跟资金的分配，这样让我小孩子在20岁之前的话，整个效益能够发挥到最大。很谢谢 Judy 的解释，谢谢。我觉得我好羡慕他的女儿跟他的儿子有这么好的爸爸，可以帮他去做一个20年或者30年的长线规划。OK， 那时间波就在这个地方告了一个段落。那下个礼拜开始呢，我们是要讲到我们的那个技术分析这个地方的最后一堂课，那叫做价量行时合一，就是告诉你怎么去找起涨的原点，还有起涨的结束点，还有中间的节点。那它需要价量行时4个地方都符合以后，就找到了转折点。你说听起来好难哦，怎么会很难呢？我这次是不是已经偷偷的先把行跟时间先给大家符合起来了？那价的部分和量的部分，其实大家都会非常熟悉，比较好操作。OK， 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。不过要提醒你，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你的小铃铛。OK， 我们谢谢 Plus 来到现场。谢谢我们下个礼拜再见，拜拜。